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到的是这个伊朗啊，川普啊吃瘪要撕开北约。我们今天也会来看到的是他怒呛要退出。逼出欧洲自己上战场，但是我们看到英法这些盟友他们并不吃这一套，西方体系全面的崩解吗？今天一起来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说，川普痛批北约，他认为北约根本就是纸老虎啊，所以呢，其实川普目前是有在考虑是说要不要美国干脆就退出北约好了。当然了。其他人就跟着附和了，是包括了赫格塞斯国防部长跟卢比欧都说呢，不排除退出北约，并且呢施压欧洲这些盟国替荷姆兹海峡说，你们再不帮忙护航的话，我们美国就要退出北约了。那川普真的持续的痛批他的盟友，认为说这些欧洲国家是很无能的。他说了哪些呢？他讽刺英国的航空母舰就只是玩具而已，说英国你要油的话自己去抢吧，还说呢。施凯尔啊，真的是非常的懦弱。再来就是针对法国了，他说法国也是非常的没有用，警告美国会记住这一切的。德国呢，他也呛德国，乌克兰战争也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还不是照样帮你。再来针对西班牙，他就说呢，我们接下来会采取对你的贸易措施作为回应，会考虑切断我们彼此之间的双边贸易。他也骂韩国，说拒绝护航荷姆兹海峡。并且骂日本，说日本你应该要去护航的，并且强调你这边有90%的石油都可是依赖荷姆兹海峡啊。针对格陵兰的问题，他也这边说了，加拿大他这边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口水啊，他说加拿大。要让他成为美国的第51州，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一直不断的在得罪他的盟友。好，针对这些说法，我们看到说川普说要退出北约，是立刻有人反对了。他是共和党的参院大佬，他是麦康奈，他结合了民主党的参议员2个人一起来对。川普呛瞎，联合声明呛说，北约是一个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联盟，怎么可以退出呢？过去70多年来，一直都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安全基石。华尔街日报也点出了，总统如果你要退出北约的话，法律上没有这么简单的，需要2/3的参院同意才可能退出。这个才可能，或者是国会通过这个新的法案。赖老师怎么看？他不断的拿盟国做威胁，还有这乌克兰的问题勒索，能不能奏效？当然不能奏效。我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去见习过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分成2部门，一个是军事部门，一个政治部门。我那时候是在军事部门见习，我们参加了欧洲的北约的一些军事会议啊。我也在欧洲的国防会议啊去出席啊开会啊，当时是以专家的身份啊进入欧洲的国防会议，跟他们讨论整个国际的战略局势。我也在法国的国防高等研究院啊参加过他们的这个沙盘推演，打了2个多礼拜啊，那时候都在研究欧洲的战场。美国怎么可能会退出北约？不可能的。你看，川普叫了半天，赫格塞斯叫了半天。卢比奥也叫了半天，可是你没有发现没有一个北约的国家出口说不要退啊，没有一个国家挽留这代表什么意思？不是他们不想美国留在北约，不是，美国在北约很重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整个军事的部署结构跟营区，跟我们台湾的清泉岗是有点类似的。那也就是说，按照美规来建立的。都是按照美规，跟欧洲的军营不一样。我到欧洲的国家，例如说到法国或是其他国家的军营，跟到这个布鲁塞尔北大西洋公约的军营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结构啊。因为一个是按照美规建立起来的这个军营的方式，跟它的这个办公室跟沙盘推演作战指挥室，一个是欧洲的这种传统的以这个大石块建立起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为什么我会说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跟美国人说不要走，就是因为都知道他不会走，他在撒娇，你知道吗？他在撒娇，说我要走，我要走哦，然后你们留下我呀，留我，今天没有人留他，那但是他到最后会不会走？不会。我为什么会很大胆的跟各位报告？第一个就是，如果美国真的退出北约的话。那美国在欧洲的这些所可以使用的军事基地以后都要付费哦，包括在德国的军事基地，
还有意大利的、土耳其的、波兰的，还有波罗的海的这些所有的军事基地，它全部都要撤走。这第一个。那它未来能不能使用，要经过当事国的同意。你要经过当事国的同意，一个外交要协调，要折冲；第二个，人家会说我的风险在哪里，然后你要给我钱啊。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您不要忘了，他这段时间一直以威胁要撤出北约的方法，逼迫欧洲的国家把他的防卫预算增加到3.5%到5%。那增加这么多的国防预算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向我买武器，所以它是他的武器。所以你会发现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小国，他们用的武器都是美规的武器，不是欧洲的武器。欧洲的大国像法国，他就用自己的武器。可是问题就在于，如果美国撤出的话，那欧洲的欧盟就会说，我们的军事组织我们建立起来，我们就按照现有的规模，我们建立起我们自己欧洲的军事组织，然后我们以欧洲优先。那你买武器装备都要买我欧洲的。那美国跟欧洲的武器装备一旦断了以后，后面的假设欧洲的国家开始买的都是这个法国的、德国的坦克、法国的战机法国的战舰、法国的潜舰，那他们跟美国的切断的话，美国的后勤补给慢慢的就没有了嘛。美国少了欧洲这么大的一个军火工业市场，那很惨了。最后一个就是你的军人不在欧洲的时候，你的影响力衰弱的时候，你的商品贸易、货物、好莱坞的电影都没有人看了，你损失才惨呢。美国人会走才怪，我敢保证，美国人不用任何人留，他说我还是要留下来绝对不会有人出来挽留，他还是会说我不走了。所以欧洲似乎早就已经知道是说美国他不可能要退出，不可能会退出北约的，因为这个对于美国来说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那确实。这个时候呢，欧洲国家就出来呛瞎了。那出来呛瞎的就2个国家，一个就是英国，施凯尔说任何杂音不影响我们的决策，他其实就是暗讽川普啦。那然后再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了，暗讽川普说只会不知道又突然间何时又伤害盟友，是难以预测的。现在其实欧洲内部确实也在考虑是否去美化，来讨论自主的防卫能力，但是欧洲。如果真的没有美国的话，他们也准备好所谓没有美国的北约吗？那厉将军又怎么看？我们先讲美国为什么要参加北约。你看，美国一边是面临着大西洋，一边是面临着太平洋，所以他不希望战火烧到他自己的本土。所以在大西洋这边来讲，欧洲这边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当时的苏联。所以他参加北约就是防止苏联如果说是控领整个欧洲来讲的话，战火即将就会烧到他的大西洋这一岸。那另外大家注意到，其实，在太平洋这边来讲的话，他也一直在扶持他的小弟日本，就是希望说是把中国挡在这边，那把日本当做他的日本跟韩国当做他的这种在太平洋这一线的防卫力量。所以美国之所以会参加北约，是因为当年的苏联不要让战火烧到他本土。但是美国在北约也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到现在北约的军费大概有70%是美国出的所以包括到真的欧洲的国家，包括德国、这个法国、这个英国等等这些国家确实是这个军费负担的很少。所以川普以他商人个性，他当然不服气对不对大家是盟国，为什么我付70%，你们只付30%，而且你们都在赚钱？你知道这个？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德国莱茵公司它是出产它的这种豹式战车，很有名吧支援乌克兰战争。但是它的豹式战车，你知道德国只有几辆吗？200辆。这200辆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在俄乌战场上面连塞牙缝都不够，光打掉的就上千辆战车。那你德国200辆，你怎么去应付？如果说一旦真的俄罗斯对你这个欧洲的本土发动攻势来讲的话，你德国、法国根本就挡不住俄罗斯的攻势，所以他们必须要靠美国。所以因此，这个川普在那边讲说，这个你们要提升你们的这种国防预算经费到 GDP 的5%以上。但是第一个反对的就是西班牙。其他国家也都是虚与委蛇。那你说德国跟法国这些国家，他们有这么大一个军工产业，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卖军火，他们不是卖的是自己国防用，他们是拿来卖军火。其实欧洲北约里面这个武力最强的反而是哪个国家呢？是波兰因为他们面对第一线，可能面对俄罗斯的攻击，所以他们反而来讲军备比较强。
那你看越后面这个西欧这边国家，它反而没有那种威胁。所以如果说哈，这个那北约其实在这个要不是这场俄乌战争哦，这个法国马克宏自己也亲口讲过嘛，这北约已经老死了哈，已经变成植物人了。那还好有一场俄乌战争，啊，北约才开始又复活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以川普个性来讲的话，我认为他确实是有这种想法哈，他觉得说你们这些盟国都在占我便宜，那现在打仗了，就你们也不帮我打，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前面这边，然后这个去面对这个打通荷姆兹海峡，你们在后面坐享其成哈，所以他就讲这句话嘛，要油的话你们自己去抢，对，最难的部分我打完了，剩下你们自己抢，那你们如果不敢去的话，那你来跟我美国买。他最后还是要做生意，还是要赚钱。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呢，非常的不满北约，觉得北约一直在吃他豆腐。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目前有人站队美国的唯一国家，当然就是以色列了。那以色列最新呢，他已经说要全面终止和法国的国防协议，看起来就是要站队美国啦。因为对于这个英法不帮忙美国打伊朗这件事情，他感到非常的不满。美国现在是不是在自己瓦解他的同盟的体系？全球格局接下来如何重组？那康哥又怎么看？简单哦。第一个，法国的话不用听哈，法国马克宏快下台了，6月要选举了哈，法国还有的乱呢，所以法国就先摆一边哦。我们来谈一些比较新的一个事哈。10天前，韩国突然间慌了，为什么呢？目前保护首尔的那一套叫萨德系统哦，那萨德系统呢，因为那个是美国的，美国说我就放着给你用。结果呢？美国说现在中东很需要，那我们现在很急，所以就把萨德系统给拿走了。拿走之后，李在明呢连挨都不敢挨，那为什么呢？你也没挨的义务嘛，那也不是你买的，那人家捐给你的嘛，就搬走了哈。7天前，欧盟有一批已经拨款的钱跟美国，那美国那个钱呢，那个军武呢是要到俄乌战场去的。结果呢，美国说现在中东很需要武器，那真的很需要武器哦。据说单现在爱国者飞弹已经打掉1000枚了。1年只能够做600枚哦，现在已经打掉1000枚了，所以就把欧盟的武器又搬过去。所以现在呢，全世界各位都在看中东哦。可是这时候看中东的时候，大家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刚才2位包括将军、包括老师都在谈哦，川普头脑在想什么？各位，川普是一个自我利我主义者，所以川普学派的部分的话，他们谈论到了一个就叫做川普主义。那川普主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你做朋友，我们中间只有利益。那利益当中呢，我们就要来选。你对我好，我就会对你好啊！你对我不好的话呢，我一定会狠狠的还回去。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早上哦，特别在星期四早上，你就看那个川普的演讲。川普的演讲我大概看了5分钟，我大概全部他讲什么，我大概就猜完了哈。美国军人好厉害，这场战争我们会赢。美国科技超棒棒，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经济没问题，不会有通膨。再来的话呢，我们会在未来取得胜利。结果后面他讲的那些话让全世界动荡嘛。他说未来的2到3个礼拜会给伊朗地狱般的一个攻击，所以这段话的话，后面台股后来就大跌了600多点嘛哈。但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件事情哦，过去欧洲很重要，现在其实欧洲也重要了。如果我们把经济体一个一个拉出来的话，美国现在是最大经济体嘛，第2大单一经济体的话，各位是欧盟。那第3大单一经济体呢？现在中国跟印度都在抢，两个人都说它是第3大或第4大，那没关系啦，反正2国就调来调去哦。但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哦。在过去19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大的敌人叫苏联，各位还叫苏联哦，不是俄罗斯哦，是苏联。那个时候雷根的策略就是跟瑟契尔夫人、柴契尔夫人，这个随便你们怎么翻译都可以哦，结盟。所以那时候美国跟英国的关系非常非常好。可是现在呢，目前来看的话，俄罗斯以现在全世界以经济体来说的话，各位它连前10都排不上。那当然军事它有一定的一个实力哦，所以这边可以先放下。所以它目前未来的目标，各位主战场在哪边呢？可能是在西太平洋。那西太平洋的部分的话，我们这次从川普跟高市早苗这次到美国去的一个会议当中，我们就可以判读未来的川习会，中国的采购金额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贸易额。那为什么呢？高市早苗这次到美国去之后，单采购额买了762亿美元的各式商品，这当中还不包括核子的电力跟科技合作系统哦。目前的 SMR 就是小型的模组化的核子反应炉，这个未来的一个发电模式，他们说他们未来还要提300亿到400亿美金的一个合作案哦。所以就现在来说的话呢，主结构架构从过去的欧盟的一个架构是往整个西太平洋在前进的，这是第一块。但我们要跟各位谈论到，就是说目前以美国来说的话，正在主动瓦解自己的同盟关系吗？对，为什么是对的呢？我们来说哈。
现在连加拿大跟墨西哥都懵了。过去是谁提起所谓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美国那时候可以从这2个地方取得更多的人力，取得更多的资源，取得更多的零件。就现在呢，川普上来了，第一件事情桌子一翻，说翻就翻啊，一的冰斗啊。那冰斗现在后面该要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就边走边看哦。但后面我跟各位说，这个有解方，你知道怎么解吗？因为很简单，川普他已经是第2任了。川普现在已经做超过1年半了，所以大家的想法就是未来的2年半先忍过去。但后面美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2天大家在讨论的。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来到了35兆，接近36兆了。单单那个利息成本都会压死它。所以美国现在很简单，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可是现在就要先解决中东的问题，所以同盟的问题就先不想了，中东问题先解决完，后面同盟的问题一步一步的再来想。5月的川习会之前，中东问题能不能够解决，就看中国能够丢出多少的诱因来了。好，谢谢宽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